千年以来，当人们提起那个以岁币换取和平的澶渊之盟，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名字。他不是坐镇汴京运筹帷幄的皇帝，也不是手握重兵拼杀在前线的武将，而是一位力挽狂澜于既倒，迫使皇帝亲临险境的宰相。他就是寇准。他的一生始于一首少年咏华山的磅礴诗篇，经过庙堂之上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执剑与博弈，最终凝固于雷州荒远之地的孤寂与忠诚。在他身上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矛盾与光彩，既是推动北宋走向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盛世的功勋，也是这种政治模式脆弱性的缩影。既以无畏的勇气成就了王朝100年和平的基石，也因同样的刚直不阿尝尽宦海沉浮，晚景凄凉。他的故事远不止于澶渊城下那一段高光时刻，更是一曲关乎士大夫理想、帝王心术与历史宿命的深沉交响。公元961年，寇准降生于华州下归，今陕西渭南的官宦世家。其父寇襄于后晋年间登进士第，博古诗学且颇有闻名，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寇准铺就了得天独厚的启蒙之路。实在寇准自幼便天资卓绝，少年时已对春秋及三传研读甚深。这种早年积淀的历史洞察力，不仅塑造了他的认知格局，更成为日后他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中明辨是非、决断大事的重要理论根基。聪慧早慧的特质在寇准少年时便展露无遗。彼时他登临华山，触景生情吟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其。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佳句。全诗寥寥20字，既勾勒出华山巍峨耸峙、凌驾群峰的雄奇气象，又暗藏少年人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凌云之志，气势雄浑，意境开阔。其诗读罢惊叹不已，专程向寇准父亲道贺：贤郎有此胸襟气魄，将来必能位列宰辅。这一番断言早早映照出他未来的不凡机遇。天赋与期许并未让寇准滋生投机取巧之心。公元980年，19岁的寇准满怀壮志，奔赴科举考场。彼时宋太宗选拔人才，常于御前奏对面试，年少者往往因被视作阅历尚浅，不堪重任而遭淘汰。考前有人私下点拨寇准，劝他虚报几岁年龄，以此规避太宗对年少考生的偏见。寇准闻言断然回绝，神色坚定地说道：我一心凭借真才实学求取功名，怎能为了仕途捷径而欺瞒君主？这份根植于骨子里的正直坦荡，如同一条鲜明的精神脉络，贯穿了他此后跌宕起伏的一生，成为他最鲜明的人格标识。坚守本心的寇准，终究凭借过硬的才学，在科举中脱颖而出，顺利登第成为进士，出授大理评事一职，自此踏上仕途。朝廷先派他出任归州巴东县，今湖北巴东知县，后又调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让这位青年才俊在地方治理中积累实战经验。初入官场的寇准并未因资历尚浅而循规蹈矩，反而迅速展露了远超同龄人的治理智慧与务实作风。在地方任职期间，赋税徭役的征缴向来是令官吏头疼、百姓抵触的难题，而寇准却另辟蹊径。每到征缴期限，他从不下发严苛的催缴文书，也不派衙役上门催促，仅将应缴纳赋役的百姓姓名逐一列清，张贴在县衙门口公示。这种看似简约的治理方式，实则暗含对民情的深刻洞察，既避免了衙役催缴可能引发的冲突，
又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彰显了公平，更凭借自身的人格公信力让百姓自觉遵从，成效远超繁文缛节的传统模式。地方任上的亮眼政绩，如同阶梯般将寇准推向更高的政治舞台。他凭借治理成效，逐步获得朝廷的关注与赏识，接连升迁至殿中丞，随后调任运州通判。不久后，他又通过严苛的学士院考试，正式进入中央机构任职。紧接着，他又得以深入接触国家核心财政事务，从赋税征管、盐铁专卖到财政收支核算，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工作，不仅锤炼了他的行政能力，更让他对北宋的国力根基与治理痛点有了直观且深刻的认知，为日后跻身中书、执掌大权埋下了伏笔。中书任职的经历，让寇准得以直面北宋朝堂的核心生态。公元10世纪末的宋太宗时期，北宋政权已褪去开国之初的动荡，逐步走向稳定，但官僚体系中早已滋生出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的风气，大臣们遇事多敷衍塞责，即便知晓朝政弊端，也鲜有敢直言进谏者，整个朝堂显得沉闷而僵化。而寇准与生俱来的耿直品性，恰如一股清流，打破了这份沉寂。他从不因畏惧权势而缄口，更不会为迎合上意而曲意逢迎，直言敢谏的风格很快让他在群臣中崭露头角。一次，太宗召集百官商议国事，寇准在朝堂之上毫无避讳，条理清晰地详尽剖析朝政的利弊得失，其见解之深刻，态度之无畏，与其他大臣的畏缩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太宗愈发看清了他的价值，当即提拔他为尚书余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这份提拔不仅是对他才干的认可，更意味着太宗将重要的人事选拔权托付于他。而寇准的范龙颜之举更成为后世流传的佳话。某次朝堂奏事，寇准的言论与太宗的想法相悖，太宗盛怒之下起身便要退回后宫，寇准竟快步上前拉住太宗的衣角，坚持请太宗坐下，务必听完自己的完整奏议，直至事情有了决断才肯退下。这般在旁人看来大逆不道的举动，非但没有触怒太宗，反而让太宗冷静后深受触动，感慨道：我得到寇准，就如同唐太宗得到魏征啊。魏征是唐太宗时期以犯言直谏闻名的贤臣，太宗将寇准与之相提并论，足见对他的信任与倚重已远超寻常大臣。这份信任在公元991年的大旱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这一年，北宋境内遭遇严重旱灾，田地龟裂，庄稼枯焦，百姓生计无着。太宗忧心忡忡，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希望能找到缓解灾情的办法。面对太宗的询问，多数大臣仍秉持着敷衍的态度，纷纷以这是上天的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为由搪塞，不愿触及朝政的实质问题。唯有寇准再次挺身而出，直言不讳地说道：洪范中早已阐明，天道与人事相互呼应，如影随形，如今大旱持续不退，绝非偶然，正是朝政有失、刑法不公的明证。这一番话直接将天灾与朝政弊端绑定，无异于直言太宗治国存在疏漏，瞬间点燃了太宗的怒火。太宗脸色铁青，转身便退入后宫。但太宗终究是清醒的君主，他深知寇准向来刚直，从不会无端妄言。片刻的怒气过后，便派人将寇准召入后宫，追问他所谓刑法不公的具体依据。寇准早已胸有成竹，回应道：此事关乎朝廷法度，需召中书省、枢密院的大臣一同前来，我方能当众陈明。
太宗随即下诏，令二府大臣即刻入宫。在众人齐聚的朝堂之上，寇准当众揭露，不久前祖籍与王怀二人皆触犯法律，收受贿赂，祖籍贪污的钱财数额不多，却被判处死刑。而王怀身为参政王冕的弟弟，偷盗国家库藏财产多达上千万民，罪行远重于祖籍，最终却只受了杖刑，事后还官复原职，享受往日的待遇。同样是贪赃枉法，量刑却如此悬殊，这难道不是刑法不公吗？寇准的话掷地有声，太宗随即向王冕核实此事。王冕面对铁证，无从辩驳，只能跪地叩头认罪。太宗见状，当场严厉斥责了王冕，也通过这件事更清晰地认识到寇准的宗旨。他不仅敢于直言，更能拿出确凿证据，绝非空言指责，同时也愈发赏识他的才干，认为这样刚正不阿、明辨是非的大臣，正是朝廷所需要的。不久后，太宗便下诏任命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没过多久又将其改任同知枢密院事，让他正式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阶层，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然而，刚直不阿的品性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让寇准在朝堂上赢得了忠直的声誉，也让他因不懂圆滑变通而屡次触犯同僚利益，招致非议与排挤，其中与张勋的矛盾，最终酿成了他仕途上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两人在朝堂之上因政见不合多次发生争执，彼此成见日深，矛盾逐渐尖锐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次，寇准与温仲舒一同出行，途中偶遇一名狂人，对方拦在马前高呼万岁，这在封建时代是关乎皇权的敏感举动。张勋得知后，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暗中指使与自己交好的王斌将此事上报朝廷，意图借僭越的罪名弹劾寇准，置其于不利之地。寇准察觉张勋的图谋后，当即请同行的温仲舒为自己作证，表明此事纯属意外，与自己无关。双方随后在太宗面前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攻讦，言辞激烈，场面一度失控。太宗连日被两人的纷争所扰，早已不胜其烦，最终索性各打50大板，将张勋贬谪外放，而寇准也未能幸免，被罢去朝中职务，调任青州知州。虽遭贬谪，但太宗对寇准的思念与牵挂却有增无减。寇准离京赴任后，太宗经常闷闷不乐，时常在宫中向左右侍从询问，寇准在青州过得快乐吗？侍从们揣摩出太宗心中仍惦记着寇准，有意重新启用他，便顺势回应道：陛下心中一直挂念着寇准，臣等听闻寇准在青州每日放纵饮酒，不知他是否也会思念陛下。太宗听后默然不语，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那份对寇准的惦念愈发难以掩饰。公元994年，太宗终究放不下这位刚直的贤臣，下旨将寇准召回京城，任命为参知政事，让他重新回到北宋的执政核心圈层，继续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公元995年这一年，太宗在位已近20载，立储之事逐渐成为朝堂之上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此前，几位大臣因贸然上书请求册立太子，触怒了对皇权格外敏感的太宗，最终被尽数贬谪至偏远岭南。经此一事，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朝廷内外再无人敢提及此事。就在这般压抑的氛围中，寇准刚从青州奉诏回京，第一时间入宫觐见。太宗见到寇准，先是向他展示了自己严重受伤的脚，语气带着几分感慨问道：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寇准躬身答道：臣没有陛下的召见，
不敢擅自进京。这个回答既恪守了臣子的本分，也暗含着对君臣礼法的敬畏。太宗听罢，当即切入最核心的议题，目光恳切地询问寇准：朕的几个皇子中，谁可以托付天下？立储之事牵连甚广，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朝堂动荡。寇准深知其中利害，他没有直接举荐人选，而是谨慎回应：陛下是为天下苍生选择君主，此事不能与后宫妇人、宫中宦官商议，也不能与身边亲近的大臣谋划，唯有陛下亲自决断，挑选那位真正符合天下人期望的皇子。这番话既避开了结党营私的嫌疑，又将最终决策权交还太宗，尽显周全。太宗闻言陷入了长久的沉思，随后平退殿内所有侍从，带着几分试探问道：襄王赵恒可以吗？寇准当即俯身叩首，语气坚定地回应：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他合适，就请尽快做出决定。这句回应一锤定音，打消了太宗最后的犹豫。很快，襄王赵恒被正式任命为开封尹，改封寿王，随后被册立为皇太子。太子庙见仪式结束后，赵恒返回宫中，京城百姓闻讯，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呼，此起彼伏的少年天子的呼声响彻汴京城的大街小巷。太宗听说后，心中却生出几分不悦，他转头对身旁的寇准说：人心都迅速归附太子，那朕该处于什么位置？话音里带着一丝皇权旁落的失落。寇准见状，连忙再次叩首，高声喝道：这正是国家的福气呀！百姓拥戴太子，说明陛下选处得人，正预示着大宋江山后继有人。寇准在立储之事上的审慎与果决，既巧妙维护了太宗的帝王尊严，又以恰到好处的谏言推动了立储进程，为北宋皇位的平稳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寇准在立储风波中展现的政治智慧，虽然暂时弥合了君臣之间微妙的裂痕，并为自己赢得了太宗的深度信赖，但他与生俱来且不加掩饰的刚直性格，却如同一把未曾入鞘的利剑。这种性格在处置涉及根本原则的军国大事时是无往不利的利器，可一旦陷入繁复微妙、利益交织的日常政务与人情网络，便极易因缺乏必要的迂回与弹性而伤人伤己。太宗的倚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寇准行事中的自信乃至专断倾向，使他未能及时察觉平静朝堂下涌动的暗流。公元996年，朝廷依照惯例举行南郊祭祀大典。大典结束后，按照礼制，百官均可获得升迁晋职的机会，这本是朝廷恩泽群臣的常规操作，却因寇准在人事安排上的独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朝堂风波。在此次升迁调配中，寇准全凭个人好恶与主观判断行事，向来和他心意的人大多被安排到台省等中枢核心部门任职，而那些他不喜欢或是不太了解的官员，则要么被降级使用，要么被排在升迁名单的末位，完全无视既定的考核标准与晋升规程。这种明显不公的人事安排很快点燃了同僚的不满情绪。大臣冯拯尤为愤慨，当即上书弹劾寇准，直指他擅权乱政，肆意操控官员升迁。与此同时，冯拯还列举了寇准在岭南地区官吏任用上的多桩不公之事，以此佐证自己的弹劾并非空穴来风。同时，广东转运使康简也随后上奏，进一步揭发寇准的专权之举。他指出，朝中几位重臣均是由寇准引荐入朝，这些人感念寇准的举荐之恩，对其多有迁就，根本不敢与其抗衡。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纵容与退让，才让寇准得以随心所欲，肆意扰乱朝廷既定的规章制度。2份弹劾奏书接连递上，太宗看完后勃然大怒。当时寇准正在太庙主持祭祀事宜，太宗不便直接召他问责，便先将吕端、张继等人召入宫中问话。面对太宗的质问，吕端不敢隐瞒，如实回应道：寇准性格刚直执拗，处理事务向来独断专行，我们几位大臣不愿与他多次争执，担心因此引发朝堂纷争，损害国家体面。不久后，寇准祭祀完毕入宫觐见，得知被同僚弹劾，非但没有丝毫退让，反而坚持认为自己的安排并无不妥，在太宗面前据理力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直接手持中书省的官员任免簿册，一条条指着上面的记录与太宗争辩是非曲直，丝毫没有顾及君主的威严与情绪。寇准的强硬态度让本就怒火中烧的太宗愈发不悦，他看着眼前固执己见的寇准，失望地感慨道：蜀阙尚且懂仁义，何况人呢？最终太宗下旨罢去他的参知政事之职，将其外放为邓州知州。寇准再次因为自己的性格特质从权力中枢跌落，迎来了仕途上的又一次挫折。公元997年，宋真宗赵恒即位，新帝素知寇准的贤能与功绩，很快便将他调任尚书工部侍郎，随后又相继派他出掌河阳、同州、凤翔等地。远离中书的数年间，寇准始终不改务实作风，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斐然政绩，百姓对他称颂有加。公元1003年，寇准奉诏重返京城，被擢升为兵部侍郎、三司使。三司使统管盐铁、度支、户部3大板块，掌天下财富，事务繁杂琐碎，向来是朝中最棘手的职位之一。寇准到任后，深知旧制下三司各自为政，权责不清，不仅效率低下，还极易滋生贪腐弊病。他大刀阔斧推行改革，整顿三司的运作流程，将三者事务统筹规划，任命6名判官分掌，明确权责。经过这番整顿，原本盘根错节的财政政务变得条理分明、繁简得当，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朝廷的财政收支状况也日渐清晰稳健。寇准在三司任上的亮眼表现，让真宗愈发看重他的理政能力，对他的信任也与日俱增。其实，真宗早就有意任命寇准为宰相，托付他辅佐朝政的重任，只是心中始终存有一丝顾虑。寇准性格刚直，遇事不肯变通，在朝堂之上容易与人产生争执，恐怕难以独自担当宰辅大任。为了平衡朝堂势力，真宗思虑再三，先任命沉稳持重的毕世安为参知政事，随后同拜毕世安与寇准为宰相，其中寇准位列毕世安之下。至此，寇准凭借自己的能力与积淀，再度跻身北宋朝堂的权力核心，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岁月。此时的北宋虽经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力已有起色，但北方契丹辽国的铁骑始终是悬在中原头顶的利剑，辽国势力日渐强盛，对富庶的中原腹地虎视眈眈，边境摩擦接连不断，局势早已暗流涌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不过是时间问题。公元1004年的冬天，契丹铁骑大举南下，其精锐骑兵部队如潮水般冲破北宋边境防线，一路劫掠深州、齐州等地，所到之处满目疮痍。随后，契丹大军更是长驱直入，兵锋直指黄河以北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此地一旦陷落，
北宋都城汴京便门户大开，危在旦夕。一夜之间，紧急军报雪片般送入宫中，朝廷内外震惊恐慌。平日里秩序井然的朝堂瞬间陷入一片混乱。面对契丹的凌厉攻势，朝臣们迅速分裂为两派。参知政事王钦若本是江南人，极力主张真宗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以避敌军锋芒。签署枢密院使陈尧叟则是蜀地人士，提议退守成都，偏安一隅。两种避战论调甚嚣尘上，不仅严重动摇了军心民心，更让素来优柔寡断的真宗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之中。就在这关乎国家存亡的千钧一发之际，寇准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力排众议，发出了坚决抵抗的呐喊。他太清楚迁都意味着什么，那是放弃半壁江山的怯懦之举。一旦皇帝南逃，各地守军必将人心溃散，契丹铁骑乘势深入，届时北宋便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面对真宗的征询，寇准故作不知南迁之意的始作俑者，厉声喝道：“是谁为陛下想出这种迁都的计策？其罪当诛！”紧接着，他向前一步，目光灼灼地为真宗分析局势。如今陛下英明神武，将领大臣同心同德，若陛下能御驾亲征，前线将士必将士气百倍，敌军自然会望风而逃。即便不能速胜，我们也可派出骑兵扰乱敌军的谋划，坚守城池，拖垮敌军的锐气，以逸待劳。此战我们必能握有胜算。为何要舍弃宗庙社稷，逃往楚蜀那样偏远的地方呢？一旦陛下南渡，各地人心必然土崩瓦解，敌军趁机长驱直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一番话字字句句都戳中要害，他反复强调真宗亲征对鼓舞士气的决定性作用，主张以坚守消耗敌军，再伺机反击。在寇准的坚决劝说与步步进逼下，真宗终于打消了南迁的念头，下定决心亲赴澶州督战。然而亲征之路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当真宗的车驾行至澶州南城时，恰逢契丹军队攻势正盛，城外的厮杀声清晰可闻。随行的大臣们再次被恐惧攫住，纷纷请求真宗暂时驻扎在南城，观察敌军的动向。无人敢提议继续北上。寇准见状心急如焚，他深知此时半步退缩，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当即力请真宗渡过黄河，进驻澶州北城，那里是宋军的前线阵地，也是军心的定海神针。他向真宗慷慨陈词，陛下如果不过黄河，军心就会更加不稳，敌军的气焰也无法被震慑，这绝非彰显天子神威、决胜疆场的做法。况且王超率领精锐部队驻守中山，扼守着敌军的咽喉要道，李继龙、石宝吉分别率领大军驻扎在敌军左右两翼，形成夹击之势。各地赶来增援的部队也正日夜兼程，源源不断地奔赴前线。如此有利局面，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为何不继续前进呢？为了打消真宗的顾虑，寇准在出宫途中特意拦下太尉高琼，沉声问道：“太尉深受国家恩惠，如今国家危在旦夕，正是您报效国家的时候，您愿意为国效命吗？”高琼慨然回应：“我是一介武夫，愿为国家战死沙场。”得到高琼的承诺，寇准心中有了底，随即带着他再次入宫。在真宗面前，寇准目光坚定，厉声说道：“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不妨问问高琼等人的意见。”高琼当即上前一步，高声奏道：“寇准说得对。”说罢便转身催促卫士迅速推进皇帝的辇车。事已至此，
真宗再无退路，只得硬着头皮渡过黄河，登上澶州北城门楼。当黄龙旗在澶州北城的城头冉冉升起，皇帝的仪仗清晰地出现在将士们的视野中，前线顿时沸腾了。宋军的士气瞬间被点燃，人人都抱着死战到底的决心。而对面的契丹军队见状，相互对视，惊愕不已，连阵型都无法保持整齐，军心动摇显而易见。真宗被眼前的景象深深触动，随即将军事指挥大权全部托付给寇准。寇准临危受命，他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加固城防，部署防御反击的战术。没过多久，契丹数千骑兵果然乘胜来攻，寇准一声令下，宋军将士奋勇迎击，斩杀和俘获了敌军大半人马，契丹军队仓皇撤退。战事稍歇的夜晚，真宗心中仍有忐忑，悄悄派人前去观察寇准的动向，却见寇准正与杨毅对坐饮酒，一起博戏，欢歌笑语，神态自若，仿佛前方的战火从未燃起。真宗得知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感慨道：寇准如此镇定，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寇准的这份从容不迫，不仅稳住了军心，更让真宗彻底安下心来。双方在澶州城下相持10余日后，契丹统军大将踏懒见战事焦灼，亲自披挂上阵，出城督战，试图扭转战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决定竟成了此战的转折点。彼时，宋军威虎军头张圭正奉命守卫床子弩，这种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正是守城的利器。见踏懒出现在阵前，张圭抓住战机，迅速启动弩机，箭矢破空而去，精准地射中了踏懒的额头。这位契丹猛将当场身亡。统军大将的战死，对契丹军队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原本就战意动摇的契丹士兵更是军心涣散，再也无心恋战，只得秘密派人送信请求议和。收到议和的消息，寇准却坚决不同意，他主张乘胜追击，不仅要击退契丹大军，更要迫使对方归还幽州等地，一雪前耻。可真宗早已被战争的阴云吓破了胆，厌恶战争的他一心只想尽快结束这场兵祸，维持边境的和平。恰在此时，朝中的奸佞之臣也趁机诋毁寇准，说他想借着战争抬高自己的地位。内有皇帝的厌战之心，外有同僚的流言蜚语，寇准纵然有满腔的报国之志，也终究扛不住这般内外夹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继续进攻的主张，同意与契丹议和。真宗随即派遣曹利用前往契丹军中商议岁币之事。临行前，真宗特意叮嘱他，每年给契丹的岁币100万贯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得知此事后，心中暗急，若是岁币数额过大，必将加重百姓的负担，于国于民都是不利。他当即私下召见曹利用，语气严厉地告诫道：虽然陛下有旨意，但你答应的岁币数额绝对不能超过30万贯，要是超过30万，我就斩了你。随后，曹利用前往契丹军中谈判，几经周旋，最终与契丹达成协议，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向辽国输送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罢兵休战，各守疆界，互不侵犯。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终结了宋辽之间数十年的战争状态，为两国带来了长达100余年的和平局面。对于北宋而言，虽然每年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岁币，但这笔支出与连年战争所耗费的军费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据史料记载，北宋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数千万民，
而岁币不过10万，尚不足军费的1%。和平的曙光洒遍中原大地，北宋终于得以摆脱战争的阴影，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文化，迎来了咸平之治后的又一段繁荣时期。而在这场关乎国运的危机中，寇准无疑是居功至伟的核心人物，是他力排众议，坚定了抵抗的决心，是他促成亲征，凝聚了军心士气，是他坐镇前线，稳定了战局走向。这份功绩足以让他名垂青史，深受时人与后世的敬仰。然而，澶渊城下的盖世功勋终究成了寇准政治生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寇准不掩锋芒，常常在朝堂之上提及自己在澶渊之盟中的定策之功，言语间难掩自得。真宗起初感念他救国纾难的恩德，对他的待遇格外优厚，赏赐不绝，礼遇有加。可这般荣宠很快便被王钦若等人的谗言击碎。王钦若素来嫉妒寇准的才干与声望，早就暗中窥伺时机，想要扳倒这位功高震主的宰相。一日朝会结束，寇准先行告退，真宗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眼中满是赞许。王钦若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躬身进言，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疑惑：陛下如此敬重寇准，莫非是因为他有保全国家的功劳吗？真宗不假思索，颔首称是。王钦若闻言，随即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澶渊之战，陛下非但不认为是耻辱，反而称赞寇准有保全国家之功，这是为何？真宗顿时面露愕然，示意他说清缘由。王钦若见状，连忙答道：自古以来，在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迫签订的盟约，都是春秋所引以为耻的城下之盟。澶渊之盟正是这样的盟约，陛下以95之尊的天子身份，却被逼签下这样的盟约，天下还有什么耻辱能比得上这个呢？这番话精准击中了真宗内心深处的痛点，他本就对亲征之事心存后怕，更在意帝王颜面，经王钦若这般挑拨，对澶渊之盟的看法瞬间发生逆转。王钦若见真宗神色微动，知道自己的进言已然奏效，便趁热打铁，又补了致命一击：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那些赌徒在输得快要倾家荡产的时候，就会把仅剩的身家全部押上，这就叫做孤注一掷。陛下您当时就是寇准手中的那枚孤注啊，那样的处境实在是凶险之极。他刻意将真宗的亲征歪曲成寇准为博取个人功绩而进行的一场豪赌，全然无视寇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事情。这番阴险的挑拨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真宗心里。从此，真宗对寇准的信任便日渐消减，那份曾经的倚重与荣宠也一去不复返了。公元1006年，真宗对寇准的信任已然消磨殆尽，一道诏书将他罢去宰相之职，外放为刑部尚书、陕州知州。澶渊之功带来的荣光就此落幕，寇准的仕途自此坠入低谷。此后多年，他虽曾数次被召回京城，历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枢密使等要职，看似重回权力视野，却始终未能再登宰相之位，更难逃朝堂暗流的裹挟，屡次遭遇政敌的排挤与打压，辗转沉浮，再也难寻昔日执掌中书的锋芒。仕途的起起落落尚未停歇，一场由门生反目引发的祸端，又将暮年的寇准推向了更深的深渊。而这场祸事的始作俑者，正是曾受他提携的丁谓。丁谓早年依附寇准，靠着他的引荐才得以步步高升。起初对寇准侍奉的十分恭敬，言行间满是谦卑与恭顺。一日，中书省设宴，
席间寇准的胡须不慎被羹汤沾染，丁谓见状，立刻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俯身替寇准擦拭胡须上的污渍。这本是一场刻意示好的举动，却被寇准当众一语道破。他看着丁谓，带着几分调侃的笑意说道：“你如今已是堂堂国家大臣，难道还要做替长官服侍胡须这样的事吗？”这句话说得直白辛辣，瞬间让丁谓颜面尽失，羞愤交加。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丁谓对寇准的感激彻底化作了刻骨的怨恨，从此便开始不断地陷害寇准，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他暗中蛰伏，只待一个能扳倒寇准的时机。公元1019年，寇准在真宗的支持下再度败降，可此时的朝堂早已暗流汹涌。真宗身染风疾，病情时好时坏，难以料理朝政。刘皇后趁机逐渐介入朝堂事务，隐隐有干政之势。寇准担忧刘皇后会危及赵氏江山的安稳，便私下觐见真宗，恳切进言：皇太子深得民心，是天下人共同敬仰的储君，希望陛下念及宗庙社稷的安危，早日将皇位传给太子，再挑选一批正直贤明的大臣辅佐他。丁谓和钱惟言二人皆是奸佞小人，万万不可让他们辅佐年幼的君主。真宗听后深以为然，当即同意了寇准的提议，秘密命翰林学士杨毅草拟诏书，打算让太子监国，并由杨毅辅佐朝政。然而谋划不慎泄露了风声。丁谓与刘皇后得知此事后，立刻联手发难，罗织罪名弹劾寇准。彼时真宗病体沉重，神志时常昏沉不清，根本无力保护寇准。很快，一道诏书下达，寇准被罢去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太傅，虽获封来国公，却已是有名无实，彻底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风波并未就此平息。不久后，与寇准交好的周怀正因担心自己受到牵连而获罪，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发动政变。他计划诛杀丁谓等一众奸佞大臣，尊奉真宗为太上皇，拥立太子登基，再重新任命寇准为宰相。可这场仓促的谋划还未及实施，便提前泄露。丁谓与曹利用闻讯后，连夜召集亲信商议对策，迅速诛杀了周怀正。寇准被贬为太常卿、相州知州，随后又接连贬为安州知州、道州司马。公元1022年，真宗驾崩，仁宗即位，刘太后得以垂帘听政，丁谓的权势愈发煊赫。寇准再次被贬谪至雷州，今广东雷州担任司户参军。这已是从九品的微末小官，从位极人臣的宰相到天涯海角的小臣，寇准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落差。没过多久，丁谓也因作恶多端，权倾朝野而被罢官，最终同样被贬谪至岭南。当他途经雷州时，曾想拜见寇准，试图缓和关系，可寇准比义气为人，断然拒绝了他的求见，不愿与这位昔日门生今日仇敌交集。有人见丁谓落难，便劝寇准趁机报复，寇准却紧闭家门，让家童们纵情博戏，不许他们外出，坚决阻止家童前去寻仇。这份在落魄之际仍能保持的宽容与坦荡，恰恰彰显了他的磊落胸襟。命运的风霜终究耗尽了这位老臣最后的气力。公元1023年闰9月，在雷州荒凉的寓所里，他强撑着病体，派人取回太宗当年御赐的通天锡带，而后沐浴更衣，一丝不苟地束带整冠，向着汴京的方向郑重叩拜3次，方才赫然长逝，终年63岁。这3拜是他对故国的眷恋，是对君臣之义的坚守，
也是一位忠臣最后的礼仪。寇准离世后，当灵柩途经京南公安县时，当地百姓闻讯而来，自发在路边设计哭悼，人人泪流满面。他们折下路旁的青竹插在地上，挂上纸钱以寄哀思。相传1个多月后，那些被折断的枯竹竟纷纷生出新芽，长成了一片茂密的竹林。百姓们感念寇准的恩德，便将这片竹林称为相公竹。这个充满温情的传说也在民间久久流传，成为百姓对这位贤臣的无声缅怀。纵观寇准的一生，历经太宗、真宗、仁宗3朝风云，仕途起落堪称传奇，最终客死蛮荒贬所。这般跌宕坎坷的命运，足以令世人扼腕唏嘘。公元1033年，仁宗亲政后，很快便为寇准平反昭雪，恢复其太子太傅之职，追赠中书令、来国公。公元1052年，仁宗又下诏为寇准立神道碑，并亲自在碑首题写“京中”2字，赐谥号忠敏。忠字彰示着他一生为国、鞠躬尽瘁的赤诚，敏字饱含着对他半生坎坷、遭贬致死的痛惜与同情。自此，后人便多以寇忠敏或寇来公相称，以此铭记这位北宋名相的风骨与功勋。寇准的生命在雷州的烟瘴中沉寂，但他的形象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清晰与高大。他不仅是一位特定时刻的旧时宰相，更是一面映照士大夫精神与时代困境的永恒明镜。从军事外交思想审视，寇准的主张具有前瞻性。他反对消极防御，主张在边境建立纵深防御体系。他认识到军事力量是外交后盾，在澶渊谈判中坚持以军事优势争取有利条件。寇准的巅峰无疑是澶渊之盟的促成。这一决策看似妥协，实则蕴含了超越时代的现实主义智慧。在农耕文明与游牧骑兵的长期对抗中，他敏锐地捕捉到战略平衡点，以相对微小的经济代价，为北宋换取了长达120余年的总体和平环境。这笔交易的经济账目清晰可辨，岁币仅占北宋政府税入的极小部分，却彻底改变了帝国北线的安全态势，使朝廷得以将资源从无休止的边境冲突转向内部治理与经济发展，直接为之后的仁宗圣治奠定了基础。北宋的科技、文化、商业能在11世纪达到世界顶峰，这份和平红利功不可没。寇准的决断展现的并非仅仅是军事上的勇气，更是对国家根本利益的深刻洞察与对长治久安的务实追求，其格局远超同时代纠缠于华夷之辩与面子政治的多数官僚。然而，寇准的悲剧性恰恰也根植于他成就功业所依赖的品格，那种不容折中的刚直。在皇权绝对制上，官僚体系高度复杂化的北宋中期，他的性格成为一把无法被体制完全容纳的双刃剑。苏轼在《寇准公赞》中精辟地指出，寇准的刚直正是孔子所说的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那种人吧。这既是对其指导事君的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赞誉，也隐含了对这种人格在现实中必然遭遇困境的洞见。南宋思想家吕祖谦则分析得更为冷静，寇准刚决敢为，能断大事，此其所以成澶渊之功，然刚愎自用，少含容之量，此其所以屡遭并斥。这几乎是对寇准一生最凝练的盖棺定论。成就他的与毁灭他的，本质上是同一种特质。他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一个纯粹依靠个人道德勇气与才干，而缺乏必要政治柔术与派系经营能力的政治家，其命运何其脆弱。
他的几度臣服是人治体系中信、疑、贬循环的经典样本，也是共治天下理想在具体权力运行中屡屡碰壁的缩影。从文化贡献考量，寇准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诗作现存100余首，以七言绝句最为出色。其诗风清丽深婉，在宋初诗坛中独树一帜。名句野水无人渡，孤舟近日横，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等，展现了他作为文人细腻感性的一面。这种政治家的豪迈与诗人的细腻在他身上奇妙统一，构成了完整的人格形象。饶有趣味的是，后世对寇准的评价往往随着评价者自身所处时代境遇的变化而波动。在北宋亡国，世人痛感朝廷缺乏担当之际，寇准的形象被极大推崇。陆游读史志寇准事迹，感慨赋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当朝缺少如寇准般脊梁人物的深深失望。及至明清，士大夫在更严酷的皇权压制下回望寇准，则更添一层复杂心境。王夫之在宋论中既充分肯定寇准在澶渊之役中定群情，故根本的不世之功，也惋惜其不善处功，未能含勇从容以四时，最终导致谗贼见之，飘然已去。这种评价已超越对个人品格的脏否，触及了传统政治文化中功臣如何自处的永恒难题。更重要的是，寇准的形象并未被禁锢在庙堂史册之中，在民间通过戏曲、话本与地方传说的演绎，如寇准背靴，他被赋予了更多智慧、幽默甚至神性的色彩，成为了一个为民请命、足智多谋且与百姓情感相连的清官符号。官方时笔下的忠敏与民间口碑中的寇青天，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寇准。这说明他的精神价值跨越了阶层，既符合统治集团对忠臣的伦理要求，也契合了百姓对好官的情感期待。因此，1000年之后回望寇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败荣辱，更是一种政治文化类型的标本。它象征了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理想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也标示了这种理想在复杂权力结构中所要承受的沉重代价。它的直是照亮昏聩与怯懦的耀眼光芒，却也是灼伤自己难以持久的火焰。在澶渊城下，这光芒驱散了亡国的阴云，在日复一日的朝堂博弈中，这火焰却最终耗尽了自身的心柴。他的人生结局虽是客死难荒的悲歌，但其精神遗产却远非悲情二字可以概括。他以身践行了士大夫的担当，即便最终未能成功，其坚守本身已构成了对后世无尽的激励。当后世无数志士在面临道义与权势的抉择时，寇准那牵一流剑的执拗身影和澶州城头的镇定自若，便会穿越时空而来，为他们提供一种精神原理。这或许正是历史的意义。具体个人的命运或显悲剧，但其淬炼出的精神品格却能融入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后世在漫漫长夜中辨识方向、汲取勇气的星辰之一。寇准便是这样一颗星辰，其光芒不因其陨落而熄灭，反而在时间的流逝中越发清晰地照亮着忠诚、勇气与担当在历史天平上的永恒分量。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